该来的总会来。中国突破高超音速武器的储运技术，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将因此而飙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元绍。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军方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的航母舰载战斗机未来将有可能挂载和使用高超音速武器，这要归功于后勤技术的突破，简化并加快了武器装备的维修和保障。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在《航空武器》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中国的空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尚未向公众披露，可能与俄罗斯的匕首导弹有相似之处。后者在1000公里的射程内，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将高超音速导弹配装在航母舰载战斗机上，那么航母编队的作战半径将因此而增加2500公里以上，大约是从台湾东部到关岛的距离。这种导弹还能穿透大多数的防空系统，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太快了，甚至在末端还有可能实施机动。要想拦截它可没那么容易。不过为航母舰载机配装高超音速导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上舰面临的技术保障难题也不小。中国专家称，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快速维修和服务方面，我们有创新，已经通过了军方在航空母舰环境和其他战斗环境中进行的严格现场测试。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关于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被用于航空母舰的报道。在大气层中高速巡航时，高超音速武器的表面温度可能会升高到1000度以上。在极端的飞行条件下，导弹的某些关键表面和部件将会利用先进材料吸收热量或者隔热，同时允许通讯信号通过，也就是说，让无线电波通过包裹在导弹外面的等离子体鞘高科技涂层的材料，在运输、储存和安装到飞机上时都容易受到损坏。当易损部件暴露在带有盐分和霉菌的潮湿的海洋环境中时，耐热涂层可能会发生吸潮、膨胀、变形、起泡、脱落等故障。据报道，中国团队已经开发出了一种使用特殊密封材料的方法，以简化保养过程。它只需要1名工作人员来移除损坏的部件，并且更换新的部件，用密封凝胶填充间隙，并用刮刀使高超音速导弹的表面更加光滑。相关的研究人员表示，在现场测试中，包括在恶劣条件下对航空母舰所搭载的这些武器进行的测试表明，新方法将可以使这些武器装备的保存时间大幅度提升，而维修时间则减少到采用传统方法进行保养的时间的1/10。采用新的保养方法将可以使高超音速导弹在航空母舰上的存放时间大幅度提升，而维修保障的时间则大幅度缩短。这项新技术还有助于提升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寿命。按照军方的要求，这些武器至少能够存放10年。目前，中国的机载高超音速导弹已经被证实开始配装在轰6中远程战略轰炸机上，但是中国可不会因此而停止进步。只要我们研制出了小型化的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被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所携带。当然，岸基型的歼16也能够挂载这样的武器，这将极大地提升中国航母战斗群以及中国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中国海军目前配装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的舰型是055和052D，那么这种导弹的射程应该在1000公里左右，这已经对美军的航母编队构成了非对称的优势。中国003号航母正在研制之中，一旦投入使用，
歼15T 在弹射时就可以携带更加重型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空警600所提供的态势感知支持，可以预期未来中美航母如果在远洋发生对决，美国航母过去所拥有的优势将大打折扣。总体来说，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保养技术的突破，不但能够助力中国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的提升，还能够大幅度增加现役高超音速导弹的寿命，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值得我们点赞。美国人现在连高超音速导弹都玩不转，而中国已经在考虑为航母舰载机研发这类武器系统了，这就是双方的差距。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